不孝女，怎么不躲在灵亲王府了？看到没有啊？他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真心的。他是要去救尹浩的，可我不让。笑话！堂堂一个灵齐王去救尹浩，是你能阻止得了的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谢延辰吗？我答应你，但爹也要说话算话，放了尹浩，并且把证据销毁，以后再也不准拿这个威胁他。吃了苦头，才长了点心眼儿。好，爹答应你，但万花会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嫁。哎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嗯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不知相国大人唤老衲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绕圈子了。1年1度的万花会占卜就要开始了，最后的结果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相国的意思是要老衲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占卜为窥探天意，老衲不敢胡言乱语。哼，你少装腔作势！别人不了解你的斤两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别以为你剃了度，走在这些高山大川，你就是得道高僧了。大师爷说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即使占卜，就未必是真的。你说是吧？那是。这些年多亏相国提携，不然哪有老衲今日啊？不过相国放心，此事老衲当鼎力相助。启禀皇上，1年1度的占卜结果，今年2个字：女星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此签何解啊？天意所出，自有其意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老衲断言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能明了天意。下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给您备的参茶，还嘱咐老奴让您多多休息。放这儿吧。哦，对了，小秋子，这女星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说是有一名女子会助朕的社稷振兴？那凤穿牡丹，龙飞天，又是何解呢？皇上，这会不会是和几日后的万花会有所关联呢？届时几位王爷都会前往，还有各公卿大臣家的小姐也会出席。难道说这凤穿牡丹之人会在其中？万花会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快扶他进屋。是，快点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
我看三王爷心仪的人另有其人。青柔，你为何对这些空谈国事的书生感興趣？什么叫空谈国事啊？你好歹也是个官二代，根正苗红的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意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，学习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蓝翔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快过来，快点！哎呦！听闻这二王爷有意娶相国之女为妻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。哎，我听说这杜小姐呀，有着天下至高无上的命格。至高？那不就是母仪？听闻这杜小姐心仪的是三王爷，为了此事还闹了不少笑话。哎，杜府上下不得安宁。唉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，不然他还能怎样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三王爷心仪的人另有其人。哼，乡野村妇，无父无母，大喜之日即招来血光之灾，定是不祥之人。你为何在此大放厥词？皇上是明君，广开言路，社稷之事自由我们文人来探讨钻研。五色土祭天是为社，五谷之神是为祭。社稷二字指的乃是国土与民。为文人者，自当上忠于君主，下怀于民生，为天下苍生而奔波劳苦。尔等不思国计民生，却在这里妄论闺阁女子，是为文人之耻，还不如田耕老农。这里的老板伙计也算是为国服务，可你们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？哼，不听也罢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说什么呀？手这么大气，不是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。干巴爹，拜拜。这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？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，荒谬！这个呀叫社会舆论，社会舆论可是会害死人的。文人的笔呢，可是一把锋利的刀啊。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说什么杜嫣然的命格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不信你就等着看吧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们老家那边呢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明星，啊，就是女歌妓了，反正特别多人喜欢她。她在2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。她的遗书呢，只有4个字，那就是人言可畏。还说本王歪楼，本王虽不知你说的歪楼为何意，可你这楼未免也太歪了点吧？你这现学现卖的太快了吧？呵呵，多谢夸奖。打你！走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独孤，你何时来的呀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难得见王爷一笑，所以不忍打扰。哦，本王也说不出为何，一见着尹晴柔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王爷，我是来辞行的。哦，要去何处啊？一些私事，要去一些时日。需要本王帮忙吗？不需要，只是一些小事。独孤，容本王问一句，你要走，可是因为晴柔啊？不是，王爷多虑了。啊，那就早去早回。
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关我一天，我就砸一天。等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女儿别生气啊，女儿别生气。老爷，你都关了他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他出去走走吧。全当是去散散心嘛。要不然依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呀，嫁到灵王府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。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2次，看着办吧。爹，我都已经同意嫁给二表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日说过，再也不会追究了，并且证据也都已经销毁了，为何现在你还要这样威逼女儿？证据销毁了，难道我就找不到新的证据了？尹浩那小子的安危都捏在你的手里。走。娘。小姐，今天是城中盛事，各公侯世家的小姐、公子都会出席，说不定还会见到尹公子呢。到时候告诉他凡事小心，岂不是更好？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3番5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放心，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，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言辰吗？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对延琪表哥，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大哥，开始了。大家安静安静，我们万花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各位才子佳人献艺。好歹你也是皇子，赶紧上啊！二哥，你为长，我为幼，自古就有孔融让梨之佳话，还是你先吧。我的文采一向不如三弟，还是你来吧。看看你们，还是我先来吧。年纪这么轻轻，是啊。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持家但有4利弊，治国不齐3折弓。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圆枯瘴烟腾。哇塞，四位好棒！太帅了！既然四弟开了门，为兄就不客气了。开封地脉，
花醉疑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这首诗的？至今犹为难道天下奇。孔双双在他那儿？花开真的假的20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二哥的诗磅礴大气，又将这一城之人爱花之状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，小弟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什么输赢的，不过是切磋罢了。王爷前夜做的那首《咏牡丹》，小女虽然不才，但也觉得真真儿是极好的。三王爷，不妨拿出来与我们共享吧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哦，你说那首啊，不妥不妥。如何不妥啊？小女真的是觉得是极好的。不如这样，我来执笔，轻柔吟诗。这美女咏花名，想必别有一番风情。好。庭前芍药，腰无格。池上芙蕖，净少奇。唯有牡丹，真国色。花开时节，动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远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谁，我该做什么。梁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。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2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2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。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，惭愧呀！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二哥，你看，跳得真好啊！阿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夺人眼球啊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呀，已经收集了一大袋的牡丹花瓣，等会儿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就通过鼓风从房上往下撒，绝对是冷冷的发衣无情地在脸上拍。瞅你那傻样！哎，你看，
杜姑娘裙子上的刺绣啊，可是近来才出现在苏州城的凤穿牡的。这种刺绣啊，刚刚出现在苏州城，很是漂亮呢。是啊，还有她头上的钗，好特别啊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花色。我怎么就听说啊，这杜大小姐啊，是引领京城闺秀美艳之首的。看来呀，我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啊，妹妹，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黄金蛇还有个名字叫龙蛇，据民间的传说是有仙气的蛇。经过修炼和上天的考验之后，活过1000年会长出脚来。龙蛇经天劫后可以化去蛇身，成为真龙。据说这是上天让龙子下凡之前历劫锻炼的。嘿，阿柔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什么又是龙又是蛇的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别让他们得逞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觉不是什么坏兆头。我们呀，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对了。牡丹、龙蛇，牡丹花瓣我们有了，可是龙蛇怎么办啊？哎，交给我。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裙子上真的有龙啊！
来来，